最近国服的无畏契约可以说是非常火啊，也顺带把磁轴这个概念又重新带进了大家的视野。其实这也不算什么非常新鲜的东西了，因为缺少可以应用的游戏，一直都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因为游戏中需要站稳开枪弹道才能准的特性，对回弹键程短的轴体是有利好的。回弹键程越短，就能越快在移动中迅速停下，对敌人的脑壳进行精准打击。我手里这把 K70 Max 是海盗船新出的新品，也算是旗下第一款磁轴键盘了。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把 K70 Max 的表现究竟怎么样。键盘外包裹了一圈油脂，并且可以看到在包装盒的底部做了一个下凹，方便我们把键盘从包装盒里面拿出。整一个开箱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回到键盘本体上，毕竟也是 K70 的一个分支，整体外观布局并没有太大变化。在面板的处理上，从 K70 RGB 的金属拉丝改成了喷砂阳极氧化，额头部分做了蜂窝状的三角纹路，整体的高级感还是有的。同时在多媒体的按键方面，海盗船也是一个都没少的给到了，所有的多媒体按键灯效也会和键盘本体同步，非常好看。顶部的吸口旁边有一个小开关，我开始还以为这把键盘是双模的，结果了解了一下，发现这是一个电竞开关，打开之后就会禁用键盘一切的板载红和断开驱动连接，这个功能还是专为电竞比赛服务的，跟我们普通用户日常并没有太大关系。同时这把键盘还附赠了一个蛋白皮的手托，通过顶部带磁力的硅胶和键盘有一个软接触，肯定是要比卡扣的硬接触要耐造不少了。以后看到键盘背面这个就非常夸张了，有4块超大面积的防滑脚垫，加上2段横握的脚撑，并且给到了一个6项的导线槽，可能是考虑到了一些斜剑线选手竞技的使用场景吧。这类设计可以用在一些非常刁钻的角度，我们平时大概也不会这么使用吧。在键帽上 ，K70 Max 用的是海盗船自家的一套 PVD 双色键帽，触感和雷蛇的裂纹光珠上那一套是比较像的，非常强烈的摩擦感。在水口处理的也非常不错，厚度也很可以，差不多是 1.7 毫米左右。然后就是重头戏了，这把键盘的磁轴表现怎么样？先说个结论，手感还行，但不 HiFi。整体的表现对比早2年的 K70 还是有很大提升的，毕竟内置了2层硅胶填充。但这个声音表现和目前客制化圈子的 HiFi 也确实不太沾边。但是如果你把视线转移到这把键盘的线性手感上，那这把键盘可以提供一个完全区别于常规轴体的线性手感，因为触发原理的不同磁轴是通过感应轴心底部的磁铁和 PCB 板之间的距离，说白了也就是磁通量来触发，所以轴体内部也不存在普通的机械弹片结构，整体的按压手感就是纯纯的弹簧手感，中间也是完全没有弹片阻力了，加上长刃做的也还可以，会有一个非常丝滑的表现。相比起轴体大件就要稍微的逊色一些了，只能说大厂好像对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追求杂音是没什么，但触点还是偏肉，自己剪角或者干脆换一套微型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然后就是这把键盘的亮点了，磁轴可调键程的特性。想对键盘进行键程的调节是可以免区实现的，但只有几个预设档位，想要精细到 0.1 毫米还是需要配合驱动来实现。但海盗船这个驱动对小白其实并不是非常友好，说明书里面没有任何介绍，而且软件里面也没有任何引导。好在凭借我强大的理解能力还有基本的大脑的指点还是勉强搞懂了一部分。那接下来就和大家详细说一下这个双点触发是怎么设置的。我这里以角色常用的 W 键为例，首先点击左下角的黄色加号，添加一段预设，把主启动点和重置点都勾选上。主启动点就是按键整段行程中第一次触发的点位，次启动点就是第2次触发点位。我这里把主启动点和次启动点设置的稍微极端一点，一个在最上面，一个在最下面，方便大家区分。在设置好之后，点击我们需要应用到的键位，这一部分搞定之后，我们来到键任务这里，点击左下角的黄色加号，新建一个任务。这里可以理解为我们想要刚刚设置好的按键需要的第一个动作，也就是第一段触发的功能。我们这里想要它实现原本的 W 功能，所以就点一下 W 就录入完毕了。那为了让这个键实现2点启动的功能，在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启动，点击之后选择次启动键，也就是对应着我们刚刚设置好的次启动按钮。
点击加号之后，我们可以录入第二段想要触发的功能。这里拿 Apex 举例，奔跑的键位是 W 加 Shift， 所以第二段触发我们要使用的按键记录功能。点击之后，选择右侧的输入框，同时按下 W 加 Shift 完成录制。这里最好是准备第二把键盘，因为在录制的过程中 W 键是失效的，我们没有办法在海盗船这把键盘上输入原本的 W 键，所以只能依靠另外一把键盘来输入 W。在完成录制之后，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键盘1，也就是主启动点的高级设置中，把原始输出勾选上。到这里就大功告成了。可以看到轻按 W 就是触发 W， 重按 W 就是 W 和 Shift 同时触发，反映在游戏中就是一键实现行走和奔跑的功能。至于万众期待的 RT 功能，就像刚刚所说的，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只能期待后续的补丁更新，未来可期。然后就是灯光方面啊，只能说你永远可以相信大厂的灯效，空格位置的3颗灯珠加上高亮度，并且驱动的内置灯光玩法也是非常的丰富 ，RGB 的律动效果也做得非常花。如果说你目前想玩灯啊，那大厂还是首选。好了，说了这么多，这把键盘的定价也是时候揭晓了，1899。以海盗船的产品定位来看，这个价格也算是比较高的那一档了。更多的投入还是在磁轴这一个特色功能里面。如果秋季更新了 RT 功能，那这把全尺寸的 K70 Max 对比2-3千的 VOTI， 那肯定还是有一定性价比的，可以提供更大的配列和独一档的灯光表现，而且还给到了8000赫兹的回报率，就是一把纯粹为电竞而生的键盘了。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